好，那我们再讲最后这个讲一次好了，就是今天刚开始第一次直播，这个状况不太好，光是这个直播的这个系统都不太知道怎么用，有点混乱。那我们今天主要直播要讲的其实是目前看看山寨币谁有机会可以比较安全的还可以进场，就是哪一个是末班车嘛？那目前我看起来，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标记是这个手要拿，因为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之前的这个以太币，以太币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有一个，我们看日线图好了，对，它其实是有一个类似杯柄的形态，以太币它其实是有一个类似杯柄的一个形态，然后突破颈线以后就往上开始大涨。那这边当然它还有一个这个周线级别的这个下降趋势线，它必须要突破，然后它也是很轻轻松松就上去了。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太币它涨了多少，它突破以后涨了多少？它涨了41%。对，那还有什么币是类似这样的形态？其实就是像目前还没完全脱离颈线的是这个刚脱离颈线，应该说刚脱离 Solana，就是 Solana，它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杯柄形态。那刚突破嘛，那目标将会是在这边，我刚刚有画，目标价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我们大概拉一下就好，这个看一下它的 order。目标价会是在一个253.51块，就是250块左右。那目前它跟那个以太币有点像，它是一个圆弧形底部，然后杯柄形态，而且它的圆弧形底部是比以太币还要来得更圆滑嘛，更漂亮。杯柄形态，那一突破颈椎的时候，我们可以预想它可以涨到这个253块附近。这个是目前我认为是相对安全的一个标的。当然，你现在要进场都是一个，就是追高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那一般来说，要追高也是在这个颈线附近。那记得这个仓位一定要控制好，顶多就是你原本要买这支，原本预计要买的，maybe 是1/3到1/4，你的头仓不能太多，因为你要防止它有可能像这个，它要突破这边的摁头的颈线的时候，哎，上不去，又来一个很大的回落。对，这个回落多大？我们量一下好了，有25%。所以你现在这边进场，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它会不会来一个25%的回落？那你25%的时候，你就要这个在回落的时候再找一个适当的进场点再去加仓嘛，这个分摊你这原本这个高位追多的价格。对，当然为什么我们不要等它这个回落的时候我们再接呢？因为它现在已经突破了嘛，如果你手上没仓位，你也只能就是接了嘛，只是你这仓位就要够小啊，不然风险是很高的。对，你像要接的话，就是控制好仓位，那下来的时候你再去这个加仓来这个平摊这个就是摊平啊，是一个追多的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但是它这个手拉奶已经相对安全了，因为它还没开始大涨嘛，还没开始涨很多，就刚开始而已，还有将近有50%的机会。那另外一个是这个 Dogecoin， 这个 Dogecoin 当然也是有机会，但看得出来它离它自己的 all time high 还有一段距离啊。那它是这个 Dogecoin 很有趣，它每次都是这种长这种形状，这个一个三角形下降的三角形，然后突破，然后往上冲，下降三角形突破往上冲。那我相信，如果我在市场上的话，其实可能在这时候有人这样跑进去追，然后又被套。对，他是这种，我是不太喜欢做这种下降三角形，而且这么大区间的，它这一突破都会涨很多，好像很简单，但是如果不是狗狗币，如果是其他的山寨币，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金融商品，其实这种通常是标股，
不是标股就是不是一就是零啊，它可能会一突破这个向上趋势线，忽然暴涨，然后不然的话，它有可能就直接就下来，然后就跟这个宏达电很像，就是下来之后就停下来了，对不对？就是有些这种就是不太好的这个标的的话，它其实都会长这样。那要么是标股，要么就是躺平。所以 Dogecoin 的话，它现在已经错过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点，然后进场点就是这个突破的时候嘛。那比较安全当然就是在这附近 W 底，就是一个潜在的一个 W 底，在这边突破进场。0.25跟0.28差多少？哎，差了10几%哎。对啊，它已经涨15%了，所以这个 Dogecoin 也不是一个入场的好标的。现在目前它已经涨15%了，超过它颈线15%，只有这个 Solana 还躺在那个还在这边慢慢的爬呀爬，才涨6%而已，在它颈线之上，也不过才涨6%而已，对不对？就是可能没有上到这个山寨币的车，反而可以选择这个 Solana 赌这个试看看这个电子游乐场嘛，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这边可以这个落后补涨，因为它刚突破不到5%、6%左右，都是空已经突破十几趴了，像在追的话不太划算。那苏宇的话苏宇的话其实至于的话自己又被自己卡住啊。这里边这边有一个下降趋势线，它刚突破而已。那但是它这边有一个更长时间级别的一个潜在压力线，所以它可能会被自己压制住，所以苏伊是比较弱势。虽然它也有类似一个杯顶形态，有机会突破以后往上，但是这边可能很快就碰到它自己的高点，有可能会被这个趋势线打下来。对，那这个趋势线这不重要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之前也是被自己的趋势线打下来啊，连比特币都会被自己趋势线打下来了。然后在这边，比特币这个趋势线反而像是变成它自己的支撑啊，它在这边复制盘整。我记得还有一个更长时间级别的趋势线，看一下哦，周线在这边嘛。那我们现在是没取肉格啦，那一般是要取肉格，那我们一直看一下就好。对，趋势线，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看的话，一样它就在趋势线附近里面盘整，然后再上去。那如果是输赢呢？所以它可能会站上去，然后又在这边盘整，看看有没有办法再站上去，再继续上去，类似这种状况。像这边它就没有上去嘛，它就下来了。这边它有一秒要上去，它没上去就下来了，状况大概是这样。这是俗语的部分。那瑞波币刚刚有讲是欧泰害，这种欧泰害是更难做的啊。欧泰害就是闭着眼睛就是买进去就对了，但是一样这个高位追多其实是风险很高的，风险非常高的。那你能进场的资金一定是要控制，这种已经是欧泰害的，一定是比1/4或者是1/5还来的小的仓位，不然这个风险是非常高。宁可等它回落再进场，不然要进场一定是这种1/10这种 level， 有跟没有一样那种的，就是好玩而已。那短期这个瑞波币它的目标价格会是在趋势线3.89，那如果是3.89会涨多少？还剩7%，这是短期啦。短期来看的话，还是大概剩7%吧。
那我们看一下以太币好了，以太币也像是它的，以太币当然就是它等它突破4万、4万2、4万的时候，看看会不会来一个，不是4000，说错了，以太币也要看它突破4000的时候，4200，看看可不可以来加速。这边上次最高是2021年了，4800，连之前的欧泰害都还没，这一轮牛市都还没到。那自己近期的这个欧泰害大概是4100多，看看它有没有机会突破。那如果它有办法突破的话，想必可以再带动这个山寨币的行情。不过我们刚刚有讲这个山寨币到底还可以持续多久？山寨币可以持续多久？很简单的，我们只是用这个4个小时，用1个小时线来画好了。我们用这个斜率来画。对，用这个斜率来画。那目前它有一个摁头的颈线嘛，我们看一下这边可能的潜在目标价就是大概58%左右，这是 Bitcoin Dominance， 大概58%，可能它就会有短期的这个反弹了。58%的话，大概就是在7月24号要用日啊，4小时。用这个大概7月25号12点，7月25号就这礼拜五啊，所以这礼拜五可能这个山寨币就必须要有些回落反弹，这个也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你这个 Bitcoin Dominance 如果它要反弹的时候，就是把钱吸到比特币里面去嘛，那山寨币的钱就被吸走。像我们可以短期可以看到，其实，在比特这边，比特币在这颈线附近，其实它是有停留一下下的，对，但是没有停留太久就下去了。但是也可以看出来，代表颈线附近还是这个盘整区间还是有一点点可能会让它有一点点小支撑的样子。对，看看这个 Bitcoin Dominance 会不会到这边还会继续回落，那就山寨币就一直延续下去了。好，那今天就大概这样。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